大家好，上一期我买入了，然后市场继续跌，评论区就有人说啊，又打脸了，反向指标。这些人都没有看我以前的影片，我之前在最高点的时候清仓了黄金股，已经赚了30%多，现在加上我留存的现金流，每个月坚持定期投入，我不猜底部，不全仓，用的是平均成本法 DCA。他们这些都听不懂，脑子里只能理解我说的几个短语啊！我一说要买，他们就以为我全仓了，然后市场下跌了就要看我笑话。这些人都真的非常有意思。我为什么坚持买？因为我坚信在战争之后，这个 VOOSPY、QQ 它会再创新高，这个只是时间问题。这个话题我放在后面再继续展开。今天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必须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历史上，美国陆军登陆他们的领土之后的1个月之后，油价就会大跌，股市就会大涨，而这一切很可能就会发生。先声明一下，以下内容都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里面涉及的策略和代码都是我自己的思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决定。周末 CNN 报道，美国特里波利号2栖攻击舰已经抵达中东，上面载了3500名海军陆战队，而31美军远征部队大约2200人也已经抵达。华盛顿邮报还爆出，五角大楼正在为持续数周的伊朗地面行动做准备，战争很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啊，说是决战要开始了。华尔街日报还说这个美国可能要部署1万多名地面部队到伊朗。川普会不会派美军登陆伊朗？这个对我们的投资非常重要，我在后面会分析。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面会不会登陆伊朗？这个答案很可能是会的，因为在1987年，川普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公开说要对伊朗发动战争。他的原话大意是：伊朗怎么办？我会对伊朗下狠手，他们一直在心理层面击败我们，让我们看起来像傻瓜。如果他们对我们的人或者船开一枪，我就会去拿下卡尔格岛，直接进去把它占了。伊朗连伊拉克都打不过，凭什么推着美国走？是时候跟他们较量一下了。大家看这个40年前，这个川普就明确说他要攻打卡尔格岛，拿到伊朗的石油。川普就是在实现他自己以前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详细报道，现在五角大楼讨论的方案主要是有2个目标，一个就是夺取卡尔格岛，控制伊朗90%的石油出口，这是美国在未来谈判桌上最大的筹码。第二个目标就是美军要进入伊朗，拿到被埋在地下200米深的浓缩铀，这些铀可以制造大约11枚核弹。美国必须消除伊朗的这个威胁。为什么这几天市场又继续下跌？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又大大增加。美国一旦登陆伊朗，没有任何防御，伊朗就可以用无人机或者导弹对那里进行覆盖式打击，美军的伤亡可能非常大。但是这个川普现在又不得不推进这件事，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微妙，必须迅速升级行动 escalate， 要不然时间就不多了。他有3方面的压力，第一个就是反战情绪正在爆发。这个周末全美有超过3200场的 No Kings 反对川普游行，数百万人都走上街头，不管是纽约、华盛顿这些民主党的州，共和党的红州也在抗议，比如德克萨斯。川普现在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 36%，62% 的美国人强烈反对在伊朗部署地面部队。这些政治压力不断在积累，就迫使川普要迅速寻求某种形式的胜利结局，必须达到一种目标，然后告诉大家这个战争结束了。川普还有第2个压力，就是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在中期选举期间，标普500平均年内的最大回撤是 18%， 下跌概率是大约 70%。 如果按照最惨的情况我们现在的这个 SPY 标普500可能还要跌 13%， 听起来非常恐怖，是不是？很多已经买了股票的朋友可能都吓哭了。但是大家要记住，中期选举后的6个月，标普500平均上涨 14%， 12个月平均回报是 16.3%， 而且12个月以后，标普500上涨的概率是 100%。 翻成人话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战争和中期选举的惨烈下跌，但是在选举之后，战争结束之后，你现在经历的这些下跌，这些波动，就是为年底和明年上涨的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铺垫。这些就是你最珍贵的筹码。我们可以从美军战争历史上看一下，从海湾战争开始，美国只要登陆，那个月就是油价暴跌、股市反弹的时候。91年海湾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油价从每桶21美元
一路飙到$46，翻了1倍多。但是1991年1月17号，沙漠风暴行动开打的那一天，油价单日暴跌 33%， 标普500单日暴涨 3.7%。 停火后6个月，标普涨了 20%， 停火后12个月涨了 29%， 这个是历史上最强的战后反弹之一。03年的伊拉克战争开战前，油价从每桶18元涨到了$25，涨了 40%， 标普跌了 11%。 布什发出最后通牒的那一个周，油价立刻暴跌了 24%， 标普反弹了 8%。 而美军入侵伊拉克头12个月里，标普涨了 26.7%。 还有阿富汗战争我就不讲了，这个模式都是一样的。在战争期间里投资最痛苦的阶段不是打仗的时候，而是不知道要不要打的这个时候。不确定性才是市场最大的敌人。一旦靴子落地，不管是地面入侵还是停火协议达成，这个不确定性马上就消除了，这个市场就会立刻暴力反弹。但是现在美股反弹这个点到底是在哪里，我现在也不确定。我的信仰就是这个美股将来一定会涨回去，所以我的策略就是 DCA 平均成本法，定期投资，不是一次全仓这个是普通人穿越牛熊的唯一方法。我会使用木木的定投功能，通过定期定额买入，平滑买在高位的风险，降低成本，省时省力，一键设置好，不用再盯盘。比如我看好黄金的未来，但是又不知道底部在哪里，我就可以输入黄金的 ETF GLD 或者是 VOO QQQ 都一样，然后点击右下角选择股票定投，每周、2周或者是每个月自动投入固定金额。平常闲置的资金也可以放在木木的 Cash Plus 里面，享受年化利率 3.5% 左右的收益。定投的时候，系统会自动从你的 Cash Plus 里面扣除资金。木木也可以定投个股，比如台积电、英伟达、谷歌，最低5块。不过5块没有任何意义，你要强制储蓄，每月至少拿出几百上千的。如果不知道怎么选择股票或者是 ETF 也没有关系，木木支持定投主动基金，在市场、基金业、选择基金，往下就有贝兰德、富兰克林、富达等世界著名专业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投资主题同科技、黄金、金融、医疗全都有。木木定投的好处就是零佣金投资，还可以自动链接银行转成美金进行买入。新加坡用户入境1万新币可获得300新币的奖励，其中包括我频道独享的100新币英伟达赠股，最高可得价值1184新币的福利。美国新用户入境可以享受木木2个月的年化 8.1% 的 Cash Plus， 还有入境$2000可获得$100英伟达赠股，入境10万美元可获得1000英伟达赠股。其他地区的观众都有大礼包，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链接注册木木就可以享受当地新客福利。感谢大家。我为什么不一次性投资？因为未来还有更多的风险，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风险之一就是最近美国的私募赎回潮越来越厉害，流动性开始趋紧，而美国的银行业对这些私募也是有贷款的，他们不是贷给那些企业，是贷给这个私募的，这个头寸也会有暴露。它这个业务叫做基金融资，我以前就做过，非常复杂。这个美国、欧洲的银行业到底有多少头寸暴露在里面？这个会不会在未来导致次贷危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二个风险点就是，这个1个月打仗下来，伊朗证明他的实力是被美国和以色列低估了。原来以为几天的轰炸就能让他们投降，但是现在在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下，这个伊朗每天还发导弹、发无人机，让这些海湾国家非常头痛。之后因为这个战争拖延、油价暴涨、氦气短缺等等的，都会影响到美国甚至全球的降息预期，提高美国的通胀，这个就对科技股、半导体板块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个也是实实在在的威胁。风险第三就是这个 Mega 7 7个巨头对 AI 的投资太大了，每一家都达到了1000亿级别。如果在今年年底这个财报没有任何因为 AI 投入而产生的大量收入，这个市场就会认为这个 AI 是不是一个泡沫。所以现在像 AMD、MU、美光一样，即使有超级好的财报，这个股市也会下跌，因为大家不知道明年后年这些大厂它会不会还会保持这个1000亿的投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分析完所有的这些大新闻还有这种的风险，我们就讲一下操作。在这种极度恐慌的市场里什么技术层面的指标 VIX RSI 等等的，它飙到什么水平可能都没有意义了，大家就是恐惧。这个时候聪明的投资者不应该恐惧，而是去这个市场里选择基本面最好的一些公司，比如高增长、强营收、现金流强的这些公司，就像圣诞节大优惠大家去扫货一样，
而买入这些股票的时机其实也只有3个方向，一个就是在股市大跌的左侧分批加仓，越跌越买，然后把自己的成本持续拉低，这个反弹之后的收益是最大的，而这个就是我个人正在执行的策略。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个抄底的子弹没有抄到底，在半山腰就已经打完了。所以这个关键就是要控制自己的现金弹药的节奏，要加上自己其他的现金流，做好长期定期定额投资的准备。中间就是底部啊，能抄到底部的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运气太好了，他就是发财命。未来我们都是无法预测的，能够大胆投入一击就中的人，他就是因为自己运气好。我其实相信运气，但是我更相信我的策略和我的纪律可以给我带来稳定的收益，所以我选择在左侧下跌的时候越跌越买，定期投入。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在右侧购买，在涨的时候买，这个是散户们最喜欢的投资方法，买涨不买跌。追涨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一买就涨，买了你就开心，觉得自己就和股神一样。但是这个风险就是90%的人都会买在高点，然后股市会再次下跌，然后割肉。这个就是人性，因为这个股市在慢慢涨的时候呢，他不相信自己，他害怕，然后突然上涨了以后呢，他就慌了，就 FOMO 了，然后就大笔投入。但是这个时候股市可能已经进入高点了。散户就是这样，投资就是反人性的，人类见到下跌就会恐惧，恐惧就会逃跑，逃跑就会割肉。但是要发财，你必须做出反人性的投资策略。很多人今年才开始定投纳斯达克100的，才3个月，看到现在的下跌就吓得不得了了啊，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是不行的啊。涨的时候你看一些投资大佬多么风光，马斯克是又变首富了，但是你不知道下跌的时候，这个马斯克一天都跌10几个亿嘛。所以这个要发财，投资心理是非常重要的。再回到开头我说那个打脸的话题，我又不是神仙，每次都不可能说得对，因为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就会选择定期投资，慢慢买入，把这个成本平均。而这个就说明我是真的在投资啊，这个影片这个频道就真的是我的投资笔记。如果你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发帖子发影片，说他每次操作每个股票看的都对的啊，收益一年300%、500%，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小心了，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在投资，他只是在博流量，他想要骗你，让你入他的这个一夜暴富局。而我讲的真的是我自己对投资的思考，你喜欢听就听一听，你不听就拉倒。投资的关键不是每一次都对，而是你有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长期以来可以给你获得收益。我有18年的金融经验，这18年来每个周都有培训，而且我跟了很多客户，这些大客户可以获得长期收入的都是那些不加杠杆长期持续买入的人。我做影片的时候，每一个新闻每一个数据每个指标我都去查了，我全都摆在台面上，错了我也会告诉你我为什么错，然后怎么调整。而买我也会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觉得是应该买的。我觉得这比那些永远不给什么投资建议永远正确的分析师要有价值的多。我也很庆幸我一毕业就进入了这个和金融投资相关的这个行业，而且我也把我学到的这些理念放到我自己的投资实操中，现在有15、16年了，我感觉挺好的，财富稳健增长，所以我会坚持下去。我看到留言里还有人在酸我，说什么在私人银行投行赚那么多还出来拍影片，肯定是在金融业干得不怎么样等等的。在投行、私行和投资相关的金融业工作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在这里面工作，你是有命赚钱没命花，太累了啊 ，KPI 压力太大了，周末都要加班。人到中年那么累干嘛？我还不想猝死啊。另外，如果你一毕业就进入投资相关的领域，醒目一点，把自己学到的这些理论知识用到自己的投资，房产、股票、比特币、黄金等等的10几年的积累，到现在到中年，你也可以达到睡到自然醒的程度。其实这是不难的。然后再轻松一点，做个 YouTuber， 这个不是挺好的吗？我就喜欢做 YouTuber， 就喜欢在网上露点啊，聊聊天，这个比上班有意思太多了。这些酸民没办法，他们心里只有一种活法，就是做工，无止境的做工，脑子里只有一个参数，他不会想到这个未来怎么样，他只会看到眼前的涨跌。大家不要学这些酸民。好了，像我一样对未来有坚定信念的朋友，想在下跌的时候投资积累珍贵筹码的朋友，
别忘点击影片下方信息栏和置顶留言的链接，享受木木开户好礼。我们下期再见。